嗨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骑出了启福大道的这个大门，现在呢，向着中运路啊。今天呢，我就想骑一段去向城村的道路。城村呢，也是一个镇啊，属于顺德的知名的乡镇之一。最出名的呢，就是花卉市场。今天我就打算到那边去转一转。那么中运路还有走过的广珠公路啊，那些熟悉的骑行过的马路呢，我就不再跟大家分享。到了城村以后呢，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来交流。现在呢，我从中运路这边出发。到了这边呢，我突然发现啊，中运路上面的那种小黄花啊，居然还开着。这一批树可能种植的比较晚一点啊，其他地方的这种黄花都已经败了，但这边呢，居然还正在开放，也给我今天的骑行增加一点点的生气啊。骑到这边呢，我突然发现啊，我的头上啊，这些树有一些开着红色的，像鸡冠一样的这种花啊，不知道什么树。我刚刚查了一个软件，原来是一种桐树，叫鸡冠花桐，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一个名字啊。就到了春天呢，你有时候抬头看一看啊，就会发现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花卉，但是呢，平时就错过了，也不认识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向前骑行。经过一座桥呢，前方就是碧江车站啊。和谐号的动车从前方开过来。前方的路牌呢有3个方向啊，向左呢就是碧江村，直去呢就是珠海方向啊。但我今天呢要走右侧，应该就是城村方向的一条路。现在骑行的这条路呢，就是广州到珠海去的一条公路。我上次骑行过这条路，因为如果你要去北窖的话呢，一定是要经过这条路的。马路左侧对面呢就是碧江村啊，上次也去寻访过了。今天呢，我要往前走，往那个城村花卉市场那边去走一走。我已经看到前面那个转盘的地方，向右走呢就是城村禅城方向，那我就应该是往那个方向骑过去。感觉呢，我已经骑到了城村的地界了，因为这个城村医院呢，我以前曾经来过的。但是这个路到底走的对不对呢？我们要走着瞧啊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走这条路。应该是没有走错的，前面写着城村花卉市场，应该叫花卉世界啊。而且城村镇政府也在前面。这边呢，感觉就是一个镇的一种面貌。左侧是它一个商业中心。而我的右侧呢是一个地铁站啊，叫景隆站，但不知道是佛山哪一条线的地铁站。我刚刚看到啊，马路旁边呢就是城村镇的政府所在地，那我就拐下来啊，到这个镇政府门前来转一转啊。而且我还发现了可以穿过这个主干道，实际上是一条隧道，等一会儿可以骑到马路对面去的。
我的眼前呢就是长春镇人民政府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机构啊。就应该说这个政府啊还是比较低调啊，虽然也有政府的威严，但是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小的一栋楼啊。我看这边呢是有一条穿过刚才那个佛城公路的隧道啊，那我知道对面应该还有一个他们镇的社区公园吧。我觉得这条隧道设计的还是不错的啊，就可以轻松的穿过这条车水马龙的主干道，就来到了另外一边。而这边呢感觉啊就住宅更多一些，应该也有一个很大的广场或者叫公园吧。看来我的右侧这一片绿地呢就是一个公园了，我骑上去看一看。公园的门前呢就有很多被剪过的这种算是藤井一样的树木啊，这可能就跟城春花卉市场有关。每个镇啊，甚至每个村都会有这样的绿地公园啊。我们已经走访了很多的这种乡镇、村镇啊，像这种地方呢，都会有一片绿地，有些休闲的设施，有条件的还会挖个湖，抽点水啊，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。你看啊，这边也有一个小湖，还是很清凉的一片地方。而它的边上呢，起了很多的高楼，很多呢是住宅楼啊，但是慢慢的办公楼也在多了起来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湖，感觉还可以吧。刚刚是有游乐场玩那个，是吧？没发现。感觉这个市民公园啊还不小，但它应该是从城村政府门前啊开始，一直向南，是一个长条形的一个湖围成的公园。
虽然还没有骑到花卉世界啊，但是在这个小公园里面呢，已经可以感受到绿意葱葱。像这种乡镇啊，它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，找到了自己的产业啊，所以慢慢的也在脱胎换骨之中，并且呢层次还不低啊。应该说它的方向是对的，就是让本地老百姓啊宜居，同时呢也能在自己的家的附近找到一些自己可以就业的岗位啊，甚至呢还可以做成一些赚钱的生意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跑到大城市里面啊，市中心里面去跟别人一争长短，每天承受着通勤之苦。我觉得在家门口能够消化啊，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这种地方就是非常适合本地人居住生活的地方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在和刚刚我骑行的那条活城公路并排的一条小马路上，向着花卉世界骑行。这里呢没有那么高大上，感觉呢就是旧的村庄啊和当地居民的住所。走到这边呢，就有一些农贸市场啊，就好像来到了热闹的村头这种感觉。这条马路呢还在修建啊，还有很多的路面的工程还没有完工，姑且往前面骑一阵，看看能不能去到我想要去的目的地。看来这个城村镇政府啊，它还是比较接地气的啊，它没有建在一个新区，而是就在一个老城区边上，靠近当地人的生活。我的左侧呢就是那条活城大道，但前面呢是环镇路，这条路比较小一点，看上去更安全一点，我就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吧。右侧是一个学校，操场还挺大。边上呢就是那些村民们自建的房子了啊，也跟其他农村的人建的没有什么区别，尽量在一块小小的宅基地上向上发展，所以我看房子起的最起码都有4层之高，甚至有些还有5层楼的。城村这边呢就是以花卉产业著名啊，我相信所有的人几乎都参与了这样的一种产业当中。以前呢就是凭着南方这种天气啊，传统的种花，但是呢现在我相信已经慢慢的科技养花，还有很多的台商、港资包括外资啊进来参与了这个种花的行业啊，所以这边呢相信这些种花的附加值也越来越高了。从这边开始呢，就可以看到啊，各种各样的园林、花场、林场，围绕着村民的这些房子啊。你可以看到马路边啊，有各种各样的林场，种着各种各样的树木，有松柏，也有很多其他的常绿的植物啊。前方的路牌写着直走呢是北教，右转呢还是环镇路，那边有一条花卉大道。
骑着呢，好像又骑回到了村庄里面来了。干脆将错就错吧，就到这些村庄里面去看一看。你看啊，这些全部是这些花农们培育的各种树木，装在非常漂亮的那种大坛子里面。相信全国各地啊都有这种专门种花的地方，但是这边呢可能受惠于天气、气候得天独厚。你看，这边就是村头的一个小公园了啊。看看这些村民们建的房子，非常的巨大，看得出来还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。这种景象也只有在这里可以看到吧。你看，有5只猫猫懒懒的在地上，就这么，它们也是跟人一样的需要休闲。这5只里面有4只很警惕地看着我，养的是抓老鼠的吗？所以在这边的农村地带啊，闲逛，你如果不导航的话呢，是很容易走错路的。当然了，走错也无妨，就随便在这种小路、村庄里面闲逛，其实也是一种乐趣。瞧瞧，这里有个小河冲，你看啊，这个小桥上摆了很多漂亮的花。这座桥叫鹤顶桥。转到了一条村中的商业路。看来呢，我走了一段冤枉路啊！现在我又必须再回到佛城大道上来骑行，离花卉世界呢还有一点距离，好像还有5、6公里这个样子。原来右侧才是花卉大道啊，但我要继续往前骑行。
城春贺年菊啊，你看那个右侧一个雕塑，非常漂亮。感觉虽然还身处乡下地方啊，但这边呢已经有很多的住宅楼拔地而起。继续在国城路主线啊边上这条道上骑行。前方呢已经到了海八路了啊，就是去芳村或者从芳村去佛山的那条道。
刚刚一块电池已经耗尽了，不知道是我的方向感出了问题，还是我今天选的路选错了。到这边还没有到花卉世界，这跟我想象当中的距离好像不太一样啊。但是既然来了，而且花卉世界就在前方，那我们就继续往前骑正吧。刚刚已经经过了海八路，也就是说海八路是芳村到佛山这边的一条路。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？其实这个花卉世界所处的城村呢，跟广州的芳村啊，其实也是种花卉为主的一个区，应该是连成一片的。刚刚我看到右侧转进去呢是城村大道，那估计这边呢还是城村的地方啊。那城村看来非常之大呀。现在我骑过了城村大道，继续沿着佛城公路向前骑行。我相信呢，佛山的花卉世界应该就在前方不远了。这一段呢，老实讲啊，都是普通的马路，经过了不少的乡村或者是乡村工业地带，没什么特别好看。但是于我而言呢，这条路啊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骑行过的。那么从顺德的北滘骑到了城村，城村呢这个地方应该很大啊。现在向着佛山禅城的方向在骑行，所以我还是想把它保留一下，跟大家做一些分享。因为也许有些朋友呢曾经在这边生活过，或者呢对这边有兴趣，我也分享出来给这部分的朋友来看一看。那我们这一段呢就到此结束了。到了前方的花卉世界，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事物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。谢谢大家观赏，期待我的下一期，拜拜。